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家今天要来分享过碳酸钠使用全攻略，分成客厅、厨房、卧室、浴室、厕所、门口，超级实用32个用法，到底要用在哪里？怎么正确的使用？还有哪些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地方？以及去哪里买最划算？影片里面会详细解说，最后也有表格写给大家，以及新家最常使用的清洁方式与用法。那这次主要使用 OxiClean 万用去渍粉。这么大一包，在 Costco 买超级划算，推荐给忙碌的上班族、家庭主妇，只需要浸泡就能去除成年的污垢、霉菌还除臭。快点来试试高效、省钱又对环境友善的清洁神器！这次还测试了大魔王、彩妆、写字、咖喱、奇异笔，看看效果如何。除了新家，这次还出了外景，到朋友家打扫，快点来看看全攻略如何清洁吧！首先，厨房区来分享最常使用的地方，还有最多问题跟不建议使用的地方，像是有网络错误讯息。这款清洁使用在餐具上是没有问题的哦。新家最基本使用就是浸泡杯子的茶垢，用了2-3年的杯子不常刷，都用泡的，所以没有留下刮痕，不折旧，跟新的一样。尤其是这种塑胶材质最不耐刷，用泡的才不会有刮痕，藏污纳垢。这次特地留了辛巴乳清摇摇杯，卡了一层污垢以外，还有一股味道。依照杯子使用，40到60度适合的温水，效果最稳定有效。平常的用量大约每次5克，加上预热50度的温水，这边常常容易犯的错误，千万要记得，绝对不要锁上盖子一起浸泡，会造成损坏。过碳酸钠清洁的过程会产生氧气，来破坏分子结构，达到漂白和去污的效果。锁上盖子有可能会造成瓶身损坏，还有记得一定要是不锈钢的材质。烤漆、镀漆久了会像这样褪色，用错清洁剂会像这样留下要赔钱给房东的印记哦。那家里的抹布天天使用了快2年，都还保持超新的方法。首先要确认是否为可浸泡的材质。这次认真拆了瓦斯炉，把抹布擦得超脏。依照油污程度调整浓度，过碳酸钠可以去除油污、脏污、细菌、漂白、除臭。大约2000毫升的水，15公克的量。依照脏污可以自行调整浓度，温度依照抹布的标示40度。如果脏污比较严重，可以放置6个小时，会最干净。有听说过用滚水加过碳酸钠煮抹布，滚水会像这样过度快速制造氧气，反而降低清洁效果。用不对的温度，还有可能造成损坏哦。在打开浸泡6个小时之后的抹布，原本还有些污渍，有可能浓度不够，再浸泡一次，或是像这样搓一搓，居然就不见了。使用完只需要用水冲洗，连塑胶盒都不会留下油污。那厨房区还有砧板、厨房专用刷、难打扫的果汁机刀、常使用的餐具凹槽、难清洁的刨刀缝缝、剪刀的边边角角，它们都耐高温，所以使用60度的温水全部放进来扁心水里面浸泡，以及烤箱的烤网。果汁机的刀片我们留下来另外浸泡，来看看它的污垢，非常精彩。浸泡之后才发现塑胶快坏了，有裂缝，卡了污垢在里面。再来看看浸泡后的水，里面超级多的污垢。变心水里面捞出来的不锈钢都会发亮，但是用了很久染色的铲子效果就不明显，或是像砧板上面边边也还是残留咖喱的颜色。之前有收到私讯，锅子里面泡完没有变得亮晶晶，如果使用过碳酸钠之后还是有白白的污垢。之前煮某道菜钙化得很严重，也是吓一跳，像这样有一层白白的，那有可能是钙化。只要加上柠檬酸或是醋，再加上腌过污渍的滚水，锅子就马上变得明亮起来，真的很神奇。有遇过可以试看看哦。那外景的部分，像是这个煮水壶，壶身是烤漆的，不建议浸泡。我们只处理盖子跟出水口，盖子只是浸泡之后就变得无比的光亮。接下
下来房间区能浸泡的东西就是布制品，最常使用在辛巴的衬衫领子内侧。像是重点的污垢清洁，就会调浓一点的比例。自从用泡的不搓洗衬衫领之后，辛巴就很少因为折旧买新的衬衫。那一定要确认是可以使用的材质，调好浓的过碳酸钠水湿敷在衣领上。有时候就会这样敷着，等过几天跟白色的衣服一起洗，然后隔天还没洗过，污渍就几乎不见。洗过晒干之后呢，干净到像新买的一样，还不会有刷过、折旧的痕迹哦。那衣服来测试大魔王污渍的清洁，首先是已经晒干的咖喱污渍，再来是雾面唇膏、不可能的任务、奇异笔，还有意外难去除的气垫粉饼，最后是牛舌的血渍。认真的实测，所以要等晒干之后再来清洁。这边跟衬衫的步骤一样，大家猜猜结果如何呢？第一次去污居然没有很干净，其实有点担心，所以还要另外再浸泡一次过碳酸钠水。小秘诀，在衣物上压重物才能浸泡完全哦。最后经过洗衣机的清洁，来看看成果。肉眼看只剩下奇异笔的痕迹，其他非常意外的完全洗干净了。还有信讲平常学校分组的发餐服，每个妈妈都努力洗得超干净，但这次发餐完还蛮干净的，所以跟别人借了洗不白要淘汰的棒球裤，一样交给过碳酸钠加室温水看看成果。棒球裤又变形超多，可以继续下场赢球。又或是新家只选择可以浸泡过碳酸钠的浴巾，要除菌去霉去污不太伤布料的话呢，像这条用了快3年还是保持得很好。另外信讲睡觉超级容易流汗，用了4年多的枕头保持很新的秘诀呢，就是像腌泡菜般的精神，还要在上面压一个重物，浸泡洗完的枕头除了去污以外还白了一个色阶哦。房间的外景来离海边很近偏潮湿的一个朋友家，最近发现家里的窗帘居然严重发霉了。常常有人问过碳酸钠是否可以除霉呢？当然可以试试，但是会依照能不能浸泡、使用温度效果也会不同。刚好它还没有处理换掉，赶快来看看效果如何。像是比较大件要浸泡的物品，也可以使用耐温热水的塑胶袋。这边因为发霉，会使用浓一点的比例，确认是适合浸泡的物品。像这样浸泡最好6个小时。我这边做了一个错误示范，因为浸泡的时候没有压一个重物让窗帘完整浸泡，左边那一片窗帘还有很大面积霉菌残留，但是右边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超新超白。另外一边小方窗的窗帘也是完全去除污垢，布制品的发霉都可以试试效果哦。接下来浴室区呢，2个月一次深层大扫除的时候，会使用自己调配的过碳酸钠泡泡水，像这样50-60度的温水适量，粉大约15克。这次还帮新的喷瓶加了一个排气孔，最后再加上2-3下的中性洗碗巾。虽然有些麻烦，但是它去除味道真的比较有效，尤其是下水管排水口的气味霉菌，用肉眼看不到的脏污。下水管发霉也是造成洗衣机发霉的原因之一。为了让泡泡有粘性附着在脏污区，所以加上中性洗碗巾以及大量的过碳酸粉50到100克左右，最后再加上一点点温水发挥效用。不用搬洗衣机，就这样放置6个小时，它就会慢慢的产生化学反应，除菌、去污、去霉。最后冲几次水之后呢，就变得相当干净，而且也没有臭臭的味道咯。另外，洗衣机有几点要注意，如果要给洗衣机温水不方便，就没有那么推荐使用过碳酸钠清洁。水温不够，也怕过碳酸钠溶解不完全，卡在水管里面，长久下来会造成损坏。另外，滚筒洗衣机是密闭型的，不适合过碳酸钠使用哦。或是最容易发臭、天天都在使用的垃圾桶，大家都怎么清洁呢？用刷的塑胶容易折旧、刮痕、凹槽还很难清洗吗？
平常会用过碳酸钠水喷罐做清洁，或是像这样跟其他打扫刷具一起浸泡。垃圾桶的盖子上有铁制品的话，要确认材质才能浸泡哦。看看清洁完是不是变得超级干净呢？那像是外景发霉的瓷砖缝缝呢，我们用餐巾纸湿敷过碳酸钠水加洗碗巾，以及卡过发霉的莲蓬头，都把它们泡起来。当天新妈时间不够，要赶回家接小孩，所以使用牙刷辅助，没有清洁得很干净。以及这只莲蓬头，来看看效果如何。虽然浸泡时间不够，但是90%的污渍都有去除哦。最后是门口区，能使用的东西并不多，像是鞋子上面有皮革或是金属扣，真的不要轻易尝试，会造成损坏哟。还有新家没有的瓷砖，以及超多凹槽莲蓬头下的不锈钢水管，都可以拿来浸泡，去污除菌去霉。那最后常有的问题是某些不确定的材质能不能使用呢？这边有建议表格给大家参考。或是一个小区块没有问题再使用，那到底要使用多少的量呢？这边有官方推荐比例，还有使用清洁剂的重点对策，酸性的污渍要用碱性对抗，还有目前最划算安全的过碳酸钠呢，就是 Costco 这款，台湾也买得到。新妈都把它装在小罐子上，像这样保存使用哦。不知道这集解说的够不够详细？有没有人要补充？可以留言给我们。有喜欢我们的介绍，记得追踪社群，才不会错过有趣的消息哟。谢谢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